印度甲鱼泛滥，价值千万，白送给中国都不要，这是为什么？这里是万物灵，欢迎关注熊探长带你探索有灵万物。追其原因，这和印度独特的饮食习惯以及宗教信仰密不可分。印度教是世界第3大宗教，也是印度的国教，高达83%的印度人信仰印度教。在印度教教义里，恒河是圣河，是印度的母亲，甚至对于大多数教徒来说，人生的4大乐趣之一就是到恒河洗圣水澡，并饮用恒河圣水。恒河在印度人心中的地位，等于黄河在我们中国人心中的地位，只有过之而无不及。印度人将恒河看作神明，他们认为恒河里面的一切都是圣灵，所以他们不吃河中的任何生物，其中就包括甲鱼。除了文化因素外，还有一个自然原因也助长了甲鱼的疯狂泛滥，那就是印度独有的甲鱼恒河鳖的强悍生命力。恒河鳖的寿命长达70到100年，成年的雌鳖一年产卵一次，一次能产50枚卵。除高产能力外，还有超强的护卵天性，直到小鳖掌握独立捕食的基本技能，才被允许独立生活。这极佳的繁衍意识，再加上甲鱼生性凶猛好斗，荤素不忌，伙食好了吃些田螺、蛤蜊、鱼、虾，伙食不好来点蔬菜、水果这样的素锦拼盘，更别说它还有龟壳这个保护伞。这么多优势加起来，虽然还是不能稳坐头把交椅，叱咤恒河，只能位居10年之后，趋于副座。但是有首歌怎么唱的来着？天下第2也挺好。据估计，恒河里大概有300万到500万只甲鱼。甲鱼富含动物胶、角蛋白、维生素 D 等营养素，不仅能增强人的免疫能力，调节人体内分泌功能，还能有助于婴儿智力的增强、多种癌症、白血病的抑制。拥有极佳营养价值的同时，还融合了鸡、鹿、牛、羊、猪5种肉的美味，让吃货们可以一次品尝5种风味，不用纠结于先吃鸡还是先吃羊。所以甲鱼的价格也让人咂舌。90年代1斤甲鱼高达500元，想要买一只怎么着也得花个几千。虽然现在价格有所下降，但是养殖的甲鱼1斤仍然需要50元左右，而印度这几百万只甲鱼，粗略估计也得上千万甚至上亿。那么这样一笔巨大的财富，为什么白送给我们，我们都不要？这不得不再次提起印度的宗教。前面我们讲过，印度人将恒河看作母亲河，所以他们坚信恒河拥有强大的自净能力，认为无论怎样虐待恒河，恒河仍然会待他们如初恋。日常在恒河洗衣服，向恒河倾倒垃圾，早期恒河自己确实还应付得过来，但是随着化工、冶铁、造纸这样高污染工业的废水污水，不经过任何处理就直接排入河里，即使自净能力在全世界主要河流中名列前茅，恒河也承受不住了，变成了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河流之一。不过这不妨碍印度人民继续在河中沐浴，他们相信圣河恒河可以洗净人身上的所有罪恶，甚至死后的尸体骨灰也要进入圣河，以求洗涤污垢，净化灵魂。在融合了垃圾、工业废水、尸体骨灰这3样东西的河里长大的毒素甲鱼，谁敢吃？真是白送都不会要。其实印度政府也想过治理恒河。80年代恒河行动计划响亮现身，被誉为有史以来最雄心勃勃的河流治污计划，结果不如人意，反而成为了最失败的河流治污行动之一。09年印度政府重振旗鼓，从世界银行贷款10亿美元重启该计划，结果是没有结果了，并且这10亿美元也没影了。但是恒河现状貌似不错，这可能还要归功于疫情，因为全国封锁，朝圣者无法前往圣城哈里德瓦和瑞士凯诗，大量工业企业停工，人类干预减少，恒河水质改善。当地的环境学者甚至声称，恒河水已经达到可以被饮用的状态。不过估计也就只有印度人敢喝吧，毕竟2年前人家就直接把重度污染的恒河水装瓶出售了，虽然售价高达5元，但在多地还被一抢而空。国内的甲鱼贵并且少，但是国内各种河流可不少。甲鱼是水生生物，有河的地方就有甲鱼生存的可能。那么我们怎么判断一条河里是否有甲鱼？这可以从甲鱼的生活环境入手。甲鱼主要生活在湖泊、池塘、水库、三角湾和
和一些水流缓慢的河流，而且它们有着三喜三怕的习性，喜静怕惊，喜阳怕风，喜洁怕脏。所以找甲鱼得先去附近居民稀少、光照好还干净的河流。甲鱼还挺挑剔的，找到了汇集这3个特点的河流之后，距离甲鱼就近了一步。接下来就是观察甲鱼具体在哪里。3字秘诀：抓泡芙。别误会，这可不是真让你去抓泡芙，所谓抓其实是爪。甲鱼是水陆两栖，用肺呼吸的动物，没事的时候喜欢趴在向阳的岸边晒太阳，在上岸过程中肯定会留下爪印，所以仔细观察泥沙表面、树木、草丛之间，去得早了，说不定还能看到甲鱼上岸的过程。而泡则是泡沫，甲鱼的气泡与众不同，密集并且呈双形带状或圈状，移速缓慢，但是消失较快。最后浮则是浮头，天气太热了，甲鱼也可能不上岸，而是在水面浮着，也就是所谓的浮头，只有吻部和眼部露在外面，四脚伸开，在水面安详地躺着。如果抓泡芙3个你都看到了，那么恭喜你，你可以捉甲鱼了。不过还得注意，捉到的别是甲鱼中的保护动物，那可是被刑法保护的生物，惹不起。听了熊探长的解释，不知大家对于印度甲鱼有了多少了解？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说一说你的想法，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加关注，你的关注将会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凡是提到乌鸦，大家最先想到的应该是有灵性，但很多人都不愿意见到这种鸟类，认为它会给人类带来厄运，代表着不吉利。毕竟乌鸦是食腐类动物，经常在死亡的尸体旁看到它。另外还有人发现，乌鸦在看到同伴死亡时，还会自发地聚集起来，立在树枝上或是尸体旁，发出凄厉的叫声。再加上乌鸦一身黑色的羽毛，给人一种肃杀之感，好像是在开追悼会。事实真是如此吗？这里是万物灵，欢迎关注熊探长，带你探索有灵万物。乌鸦的叫声尖利刺耳，常常给人一种凄凉之感，好像是在为死去的同伴表达冤屈之情。乌鸦是一种群居性动物，经常成群结队觅食、筑巢、游荡，很少见到哪只乌鸦出现掉队的状况。由于这个原因，一只乌鸦发现了死去的同伴，会有一群乌鸦前来围观，也是不足为奇的。但怪就怪在它们不仅聚集围观，还驻足停留，发出叽叽喳喳的叫声，这是为什么呢？对于这一奇特现象，有很多网友进行了猜测。有人认为乌鸦是在悼念死去的同伴，也有人认为这是乌鸦在讨论这只鸟是否能食用。这是因为乌鸦是食腐动物，它们看到动物死去就会想着能否分到一杯羹，但由于这是自己的同伴，所以要先和自己的同伴商讨一下能否食用同类。虽然这种说法有些荒诞，但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思路。还有人认为这是乌鸦在告诫同伴，让他们铭记自己同类死去的惨状，以免下次和他一样陷入为难。那么究竟哪一种说法是最可靠的？对此，有研究人员做了相关实验，来说明乌鸦的聚会行为。华盛顿大学的一名博士 Swift 花费了2年时间，专门对乌鸦在看到同伴遭遇死亡时的表现进行研究。在实验中， Swift 设置了2组人员，让他们都戴上面具，一组志愿者手里拿着死去乌鸦的标本，另一组手里没有标本，然后在这些志愿者周围撒上乌鸦爱吃的食物，以吸引乌鸦来此觅食。在乌鸦觅食的过程中， Swift 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乌鸦在看到手持标本的志愿者时，会发出凄厉的叫声，并向同伴传递信号，同时对该组志愿者表现出很大的敌意。但对于手上没有乌鸦标本的志愿者而言，乌鸦的态度就截然不同，完全没有表现出敌意和攻击性。随后 Swift 让这2组志愿者6个月后再返回此地，这次2组志愿者手上都没有乌鸦标本。即便如此，乌鸦仍对6个月前手持过乌鸦标本的志愿者表现出很大的敌意。由此看来，乌鸦的记忆力的确很强。因此 Swift 推断，乌鸦在看到同伴死去时的聚集行为，似乎是在为同伴哀悼，
实际上更可能是在传达一种信号，告知伙伴这里有危险，要警惕这个地方和手持乌鸦标本的人，因为他们认为拿标本的人就可能是杀害乌鸦的凶手，所以乌鸦聚集起来更可能是在开审判会，用以告诫别的乌鸦不要再重蹈前辈的覆辙。除了乌鸦会在同伴死后自发的聚集外，还有一些动物也有这样的行为，例如大象。有人曾在博兹瓦纳乔贝国家公园拍到了这样的一幕，当有一只大象倒在地上，周围会有一群大象自发地围绕着它，它们摇晃着耳朵，似乎想要为死去的大象进行降温。前边还有一只大象会用自己的象鼻抚摸着死去的大象，似乎是想以此寄托自己的哀思。实际上，无论是大象还是乌鸦，不管它们的聚集行为是为寄托哀思还是有别的目的，都反映出了动物是有灵性的，它们也有自己的情感，同类的逝去也会对它们造成影响。所以即使人类作为食物链的顶端，也不要对任何物种随意杀害，毕竟万物皆有灵。无论乌鸦是在开审判会还是哀悼会，都说明它们是很聪明的动物，这在很多现实场景中也能够看出来。例如乌鸦借助石块砸开坚果，借助石头喝到瓶里的水，更有甚者还能辨别红绿灯。日本的大嘴乌鸦会在红灯时将坚果放到马路中间，等绿灯时飞回，然后等轿车帮助它将坚果碾碎后，再趁着红灯去啄食坚果。这么做既躲避了危险，又借助人类饱餐了一顿。不得不说，真是非常高明。人类可能也想不到，有一天也会被乌鸦利用。此外，乌鸦还拥有很强的逻辑推理能力。20世纪40年代，有位科学家曾发表过一个实验，这个实验来源于一名叫做奥托克勒养的一只乌鸦。奥托克勒通过增加乌鸦寻找食物的难度，来达到教乌鸦数数的目的。首先，他先找到一些容器，放好食物，盖上盖子，再在盖子上标明不同数字的点。乌鸦在取回食物时，就会自觉对这些数字产生印象，从而记得这些数字，锻炼乌鸦的逻辑推理能力。在科勒的训练后，他的乌鸦能从1数到7。2005年，一位牛津大学的科学家也做过一个关于研究乌鸦逻辑推理的实验。他将自己养了4年的苏格兰乌鸦投放到当地的一个动物园内，他向其中2只乌鸦演示了如何通过树枝在杂草中寻找食物，却没有向另外2只乌鸦展示这种技能。随后，这名科学家发现，他所投放的4只乌鸦，无论是否学习过捕猎技巧，都会利用树枝寻找食物。由此可以发现，乌鸦的逻辑推理能力很强。也许那2只未能得到培训的乌鸦，是看到同伴如何找到食物，然后推断出树枝能够帮助它找到食物，再模仿学习以后完成的。也许是乌鸦为了找到食物，就自发寻找周围能够帮助它达到目的的物品，并从中发现树枝能够帮它达到目的。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乌鸦是一种颇具灵性的生物，即使它在人心目中的形象不太美好，但也无法改变这一事实。在唐代以前，乌鸦在我国文化当中还是一种有着预言能力的吉祥鸟。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就有关于它的记载，大意是说，在周朝快要崛起时，竟然看到有几只乌鸦盘桓在周武王的房顶上，因此武王认为是乌鸦给他带来的好运。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乌鸦是孝鸟，有一个成语叫做乌鸦反哺，指的是小乌鸦在出生时，母乌鸦在哺育了它很长时间，反过来，当母乌鸦逐渐衰老，它也会以相同的手法来报答母乌鸦。在四川和西藏地区，乌鸦被当作神鸟来对待。武当山还有乌鸦的灵鸦祠。乌鸦的形象真正出现滑铁卢是在我国的唐代以后。有一句话叫做乌鸣地上无好音，大意就是说，如果在临行前听到了乌鸦的叫声，那么将意味着这个人的前路可能不太会一帆风顺，甚至会有血光之灾。不过这都只是民间的一种迷信说法。除此以外，民间还有一些关于乌鸦的成语，例如乌合之众、天下乌鸦一般黑等，都表现了人们在文化上对乌鸦的厌恶之情。不过无论乌鸦有怎样的象征意义，
它在人心中的形象是好还是不好。但不可否认的是，乌鸦的确是和人类关系非常密切的一个物种。无论是有关乌鸦的成语，还是人类为它赋予的含义，或是它对人类生活的极强适应能力，都展现出这一点。虽然有时乌鸦会表现出很狡猾的天性，有时可能会给人类的生活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但从另一方面来讲，乌鸦的食腐行为还能帮助自然界进行新陈代谢，改善人类生活环境。毕竟每一个物种的存在都有它存在的意义，人类并非大自然的主宰者，一定不要随意决定其他物种的生死，和其他物种和谐相处，共同守护地球家园，是每一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欢迎点赞、评论、加关注，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超大豪华水箱中的鱼离奇消失，监控显示竟然是蠕虫搞的鬼。潜伏沙土下直接将鱼儿腰斩，这到底是什么怪物？这里是万物灵，欢迎关注熊探长带你探索有灵万物。这种蠕虫学名拟鳞鳞沙蚕，俗称博比特虫，属于环节动物门多毛纲击沙蚕目击沙蚕科下的一种动物。博比特虫是世界上最长的多毛类动物，现观测到的博比特虫都呈圆柱形，平均体宽 2.5 厘米，平均长1米，而人类已知的博比特虫最长可以达到3米。在世界各地比较温暖的海域都能见到它们的身影，而印度尼西亚海域更是它们聚集的大本营。习惯于夜晚行动的博比特虫主要居住于10到40米深的海域，日常中它们会把身体的绝大部分都藏在海底的沙砾中，只有捕食时才会从沙土中猛然出击。博比特虫彩虹圈般的颜色属实漂亮，但一节一节并不常见的构造又让人感到惊悚。再说起捕食，看着柔弱的博比特虫更是无比凶残。博比特虫的食谱主要是小型鱼类和蠕虫，虽然轻松就能长到1米长，但是没有眼睛的生物特性限制了它们的捕食方式，只能用守株待兔的方式捕获猎物。不过守株待兔并不意味着能力弱，独特的5根触须使得它们能够感受到水流和温度的最细微变化，更不要说游动的鱼。发达的咽和锋利的下颚，再加上极快速度的助攻，足以帮助它们在瞬间将鱼切割成2半。听着残忍，但对于被捕的猎物来说，直接被切成2半就算是一种值得高兴的痛快死法了。如果没有一次性被赏赐死刑，那将被拖进博比特虫的大本营，等待猎物的将是更加痛苦的折磨。而他们的俗称博比特这个名字的来源，也正是和这种凶残的捕食方式有关。事情发生在1993年的美国，当时才22岁的洛伦娜·博比特不堪忍受丈夫的长期出轨以及虐待，终于在一个晚上拿起20厘米长的切肉刀，干脆利落地切掉了丈夫约翰的命根子，并扔到了田野里。冷静后的洛伦娜或许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主动报警认罪，而不幸被净身的约翰也成功将命根子接回去了。2个人的结局也很有意思，洛伦娜因为精神错乱而判定无罪，约翰不仅没有因为此事羞愧难耐，反而成为了色情明星。这件事又和博比特虫有什么关系呢？一名水下摄影师看到这种虫子强大的咬断力后，想到了当时轰动一时的洛伦娜事件，于是毫不犹豫地称其为博比特虫。而这个俗名最早可以在1996年出版的 Coral Reef Animals of the Indo-Pacific 一书中见到。因为这个名字又产生了一个广为流传的神话，雌性博比特虫会切断雄性的生殖器，然后喂养其后代蠕虫。这当然不是真的，因为博比特蠕虫不仅没有阴茎，而且通常是雌雄同体。除了我们开头讲到的英国水族馆鱼离奇失踪案件，有关博比特虫的著名案例还有2起。英国《每日邮报》曾报道过，一个长约1米的博比特虫在鱼缸里潜伏2年，才被鱼缸的主人发现。主人说，直到突然发现仅仅1夜之间，鱼缸中的珊瑚虫全部消失，同时鱼的数量也在不断减少，才意识到事情不对劲，于是安置监控，查找原因，最终发现了这条博比特虫。无独有偶，2009年，时任日本川本海中公园的副经理描述，他们曾在濑户渔港发现一条巨型博比特虫。虽然他们对这条隐藏在细薄筏漂浮物中的博比特虫一无所知，但是它应该生活得不错，不然也不会长到3米长。而这条博比特虫也正是人类已知的最大的。博比特虫可以说是声名狼藉，能力非凡了。虽然它在野外活动指南和动物爱护者博客中声名远扬，但其实上相对罕见。
巴西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教授赞诺尔曾经在国家地理杂志的资助下前往东帝汶探查这种奇特生物，但令人失望的是没有找到一只博比特虫。而沙蚕类虫的神出鬼没也引起了人们的恐惧。这些蠕虫在很小的时候已具长途跋涉的能力，尤其在幼虫阶段，它们可能悬浮在水体中，而不是埋在沙子里。这也就意味着它们具备蔓延到世界各地的可能性。不过，即使有这个可能性，人们在世界各地发现的博比特虫并不多，科研人员对它们的相关研究成果也是少之又少。它们究竟是如何繁殖的？为什么有彩虹般的色彩？又能活多久？长得多快？是否短的就比长的年幼？有多少不同的相关物种？种类分布情况怎样？或者它们的数量有多丰富？对于一种这么有名的蠕虫，我们仍然知之甚少。熊探长在其他视频评论中看到，有人说这就是广东人俗称的河虫。虽然河虫和博比特虫外观类似，但却完全是两种生物。河虫学名沙蚕，属于环节动物门沙蚕科，而博比特虫属于鸡沙蚕科，两者所属科都不一样。河虫可蒸可炖，可煎可炸，做法多样，味道鲜美，还消肿益气。那么有没有人好奇博比特虫吃起来是什么味道呢？欢迎在评论区说出你的猜测。非常感谢你看完本期万物灵，如果你喜欢熊探长的视频，欢迎点赞、收藏、评论、加关注，你的关注将会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提到海里的顶级杀手，各位会想到什么？巨大、凶狠、毁天灭地。但是还有一种鱼，虽然身长不足半米，却让刚才的几位重量级选手都不得不忌惮。它袭击迅速，破坏性极强，甚至还曾单枪匹马咬坏美国潜艇。这里是万物灵，欢迎关注熊探长带你探索有灵万物。它就是达摩鲨。大家是不是经常会看到一些图片？关于这些伤口，通常认为是鲸在捕食乌贼鱿鱼时被这些动物腿上的吸盘吸出来的。确实，鲸上的大部分印记通常都是这么来的。可是，如果我们再仔细观察，就能发现这其中的很多圆形伤口与那些被吸盘吸出来的伤口有很大不同。而且，不仅是鲸，在海狮、剑鱼等许多其他海洋动物身上都有不少类似的圆形或半圆形坑洞。可是，它们的食物并不是鱿鱼，连小的吸盘伤口都不会留下，更别说巨型鱿鱼的大吸盘记号了。因此，这些海洋生物身上的坑一直困惑着生物学家们。一些人认为这些伤口是藤壶、海奇塞曼留下的，但是剑鱼等动物的游速都很快，而且表皮又非常光滑，藤壶什么的根本栖息不上去。除此之外，伤口的类型也对不上。藤壶虽然可以在身上留下圆形的伤口，但这些伤口都很浅，而且会带有放射状的线条。海奇塞曼造成的伤口虽然也是圆形的，但也比较浅，形状也对不上。那么在这么多动物上留下同样的伤口的究竟是谁呢？它就是达摩鲨。达摩鲨有3个物种，其中雪茄达摩鲨最为常见，也是我们接下来介绍的主角。雪茄达摩鲨主要分布在热带和亚热带的海域里，白天生活在1000米处的深海，到了夜晚就会浮游到海面附近觅食。一开始大家没怎么关注这种身长不到半米的鲨鱼，直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海军数艘潜艇的声呐导流罩的氯丁橡胶层上出现了密密麻麻的圆形或半圆形的坑洞，里面的油开始流出，导致潜艇无法正常航行，被迫返回基地维修。经过人们的观察研究，这才发现案犯就是雪茄达摩鲨。对于他们来说，咬坏潜艇轻而易举。直到在导流罩外层加装玻璃纤维后，声呐漏油的问题才没再发生。不仅是军用设施，雪茄达摩鲨也经常攻击海洋学的设备与电信缆线，这就是海底电缆等设施都会包覆上一层玻璃纤维的重要原因。而且别看达摩鲨的个头算是鲨鱼中的矮子，它们却是海洋中顶级掠食者的掠食者。达摩鲨的食谱包括各种鱼类和海洋哺乳动物，甚至大白鲨和虎鲸都在它们的菜单内。它们就像海洋版的蚊子一样，让各种海洋生物无可奈何。达摩鲨强大的攻击技能依仗的是特殊的身体配色和口腔结构。先讲讲它们的颜色。首先，它们的腹部含有一个发光器官，这个器官叫做发光器。发光器里居住着共生的发光细菌。它们身上还有一块黑色色块，这是一圈没有发光器、色素沉着的区域。发光器和黑色色块组合起来，能够模拟鱼或发光乌贼，从而吸引猎物。它们还会聚集成群，集体行动。
这些成片的类似于鱼群的光斑，对于海洋中的掠食者来说具有极强的吸引力。猎物一上当，就到了雪茄大蟒鲨的捕食时间。然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嘴巴。雪茄大蟒鲨的上颚有30到37颗密密麻麻的牙齿，下颚有25到31颗三角形的大牙齿。这些牙齿互相交错，成排运动，但也常常成排掉光。不过，雪茄大蟒鲨通常会把牙齿吞回肚子里，以此来回收牙齿中的矿物质。在攻击时，它们用自己的嘴唇和上排牙齿吸住猎物，喉部制造出低压区域，下排牙齿配合着周围的低压状态，在猎物的肉上切割。一边切割一边旋转身体，因此它们造成的伤口是圆形或半圆形的，而且经常深达5-6公分，至少需要2到3个月的时间才能修复。如此狠辣的攻击，对于海洋生物来说，可比蚊子包要致命多了。可怕的是，对于海洋生物来说，被大蟒鲨咬是它们的日常。海洋学研究者发现，在新西兰出没的148条蓝鲸中，96%被大蟒鲨咬过。1963年，在南非捕鲸站观察到的226条成年鳃鲸中，平均每条鲸身上出现了超过40个大蟒鲨咬痕。在夏威夷附近的布氏中喙鲸和科氏喙鲸的身上，则分别平均有120个和290个圆形咬痕。即使是速度更快的硬骨鱼，也不是大蟒鲨的对手。2010年，一位海洋学家的一项研究发现，平均一条剑鳍鱼身上有5个以上雪茄大蟒鲨咬的口子。更可怕的是，因为雪茄大蟒鲨在夜晚会从深海游到水面，所以人类也可能会成为雪茄大蟒鲨的猎物。在一些海洋中的尸体身上，有时就会发现大蟒鲨的咬痕。而且不仅吃人类尸体，活人他们也敢下口。曾经有2位游客在夏威夷游泳时就遭到雪茄大蟒鲨的袭击。不过别担心，这种活人被雪茄大蟒鲨袭击的情况很少见。截止到2018年，全球只有4起人类被雪茄大蟒鲨攻击的事例，而且这4起都发生在夏威夷。你可能会说，大蟒鲨能吃顶级掠食者，但它们也可能被别的鱼吃啊。这就是大蟒鲨更神秘的一点了，因为谁也不爱吃大蟒鲨。在文献记录中，大蟒鲨出现在海洋动物的胃里的情况只发生过1次，因此它们的数量很多，属于无危物种，并不需要人类的特别保护。迄今，人们对大蟒鲨的了解还没有很充分，这种海洋猎手身上还有着更多秘密。行了，听了熊探长的解释，不知道大家对这大蟒鲨有了多少了解？欢迎在评论区留言私信，说一说你的想法观点。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加关注，你的关注将会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咱们下期再见。为什么说布谷鸟很残忍？人人称赞的异鸟竟然是最残忍的，不仅是鸟中懒汉、职业骗子，甚至和人贩子相比，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里是150，欢迎关注熊探长带你探索有灵万物，它就是杜鹃。杜鹃是鸟纲杜鹃科下一个属的通称。而在该属下一共有10种鸟类，体型变化较大，不过一般都在24到37厘米之间。它们的共同特征是都有长尾巴和强健的腿爪。在中国，最常见的是4声杜鹃和大杜鹃，而我们经常说的布谷鸟，严格来说只指大杜鹃，也叫2声杜鹃，因为其鸣叫声似布谷，农民们就把这种声音模拟成布谷。所以大杜鹃就有了布谷鸟的俗称，又因为布谷有催促人们及时布撒谷物的意思，所以大杜鹃还有催更鸟、报春鸟、吉祥鸟、喜鸟等雅号美称。在诗文中，它也是一位常客。诗圣杜甫就有诗句：布谷处处催春耕。陆游也写过：布谷布谷天未明，驾离驾离人岂耕。这样风雅的鸟，怎么会比人贩子还恶毒呢？这就不得不提到巢寄生这种独特的繁殖行为了。所谓巢寄生，是指某些鸟类将卵产在其他鸟的巢中，由其他鸟代为孵化和育雏。简单来说，就是给自己的孩子找个养父母。不过，他们都没有征得养父母的同意罢了，甚至多数时候还要残害养父母的亲生儿女。而在通过巢寄生育儿的鸟类中，最典型的便是杜鹃鸟了。虽然有2/3的杜鹃会自己筑巢哺育幼鸟，但还是有1/3的杜鹃采用巢寄生的方式养育幼鸟。这其中又以大杜鹃，也就是布谷鸟最为典型。它们没有固定配偶，也不自己筑巢或者孵卵，而是将卵产于芦苇鹰、麻雀、灰喜鹊、伯劳
棕扇尾鹰等各类雀形目鸟类巢中，由这些鸟替它代服代育。为了保持人家原来软蛋数量的不变，不让寄养家庭发现，他们还常常把人家自己下的蛋弄走一只，要么吃掉，要么扔掉，以此来迫使其他鸟们把小杜鹃误当成自己的孩子喂养。更令人奇怪的是，他们想往哪种鸟的巢里面下蛋，那么所下的蛋就会和那种鸟的蛋很相似，并且杜鹃鸟的蛋孵化起来往往比宿主鸟要快，这样它们就能赶在宿主鸟的鸟蛋出壳之前孵化出来。小杜鹃鸟一出生就知道把宿主鸟的鸟蛋扔出巢外去，从而独自享受养父母的抚育。没有老杜鹃言传身教，它们做这些缺德事儿，小杜鹃鸟却能无师自通。奸诈与残忍似乎就是刻进它们基因里面。但是这样奸诈的鸟竟会做出一种很愚蠢的行为，那就是雌性杜鹃在偷袭时会发出布谷的叫声，这样的叫声十分引人注目，偷袭前先自我暴露。好家伙，这雌性杜鹃鸟真就那么大胆？为了解开这一谜团，研究人员记录了雄性、雌性杜鹃、石雀鹰以及灰斑鸠的叫声，然后在野外环境中播放给芦苇鹰听。当芦苇鹰听到雄性杜鹃和灰斑鸠的叫声时，没有任何反应，但听到雌性杜鹃布谷的叫声时，那惊恐程度和听到天敌石雀鹰叫声时差不多，因而它们会立即警觉起来，离开鸟巢，并且躲得远远的，直到感觉危险解除为止。等到它们回来，往往不会发现自己的孩子已经被偷梁换柱了。因此，研究作者在报告中写道，杜鹃模拟石雀鹰的叫声，可以分散宿主鸟的注意力，让它们离开鸟巢，从而提高寄生的成功几率。同时，为了确保研究方法无误，科学家还用山雀开展了同样的实验。这种鸟类并不是杜鹃下手的目标，但也是石雀鹰的捕食对象。山雀对雌性杜鹃叫声的反应和对石雀鹰相同，这进一步证实了雌性杜鹃 qu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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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叫声正是在模仿宿主鸟类的天敌。熊探长不得不感慨，在这场一片一防的斗争中，杜鹃或许真的笑到了最后。但是在这臭名昭著的杜鹃属中，还有一种杜鹃鸟不是那么的恶毒，甚至根据互利共生原则，画眉、柳莺等鸟类不仅能和这种杜鹃鸟和平相处，还能一起合作对付其他掠食者。西班牙科学家发现，大斑杜鹃的孩子十分受一种食腐乌鸦的待见，原因是如果这种食腐乌鸦的巢中混有一只小杜鹃，那么超过 40% 的食腐乌鸦雏鸟都能存活。这是因为大斑杜鹃雏鸟会分泌一种有毒物质，刺鼻熏人，而且让喉咙有烧灼感。科学家在8只猫的食物里加入少许这种物质，结果表明，除1只猫外，其他的猫都对这种食物敬而远之，从而推测杜鹃雏鸟分泌的这种有毒物质能有效驱赶猫和猛禽，有助于增加食腐乌鸦的种群数量。除了我们熟知的杜鹃鸟外，山雀也存在巢寄生的行为。发表于《行为生态学和生物社会学》杂志的研究发现，当大山雀无法找到理想的地点产蛋时，它会简单的侵入到蓝冠山雀的巢中。蓝冠山雀只有入侵者一半大小，因此不得不放弃巢穴而离开。这或许是明智的举措，因为那些留下来保卫家园的蓝冠山雀面临着在一场血腥的战争中被杀死的危险。不过，这并不是所有该类故事的结尾，也有一些情况下，体型较小的蓝冠山雀会偷偷的在大山雀的巢中产蛋，以此来作为报复。来自西班牙卡斯蒂亚拉曼查大学的拉斐尔·巴里恩托斯在西班牙中部的森林中设置了约3000个筑巢箱，在连续3年的时间里，他利用其监控大山雀和蓝冠山雀的筑巢行为，在17种情况下，大山雀偷走了蓝冠山雀的巢穴，而在另外17种情况下，蓝冠山雀则将1-2个蛋偷偷产在了大山雀的巢中，而大山雀就不得不将自己的雏鸟和蓝冠山雀的雏鸟一同抚养。这项研究首次详细描述了野生蓝冠山雀的孵育寄生行为，并且首次提供了关于大山雀抢夺巢穴行为的清晰证据。如果让探长从人的情感角度来评价，那么这些杜鹃山雀真是残忍至极，比人贩子还狠毒。但是实事求是地说，杜鹃可是一种益鸟，它们以昆虫为食，像松毛虫、毒蛾等其他鸟类都不敢吃的害虫，对杜鹃来说却是美味佳肴。它们不仅可以保护庄稼，还消灭了数不清的森林害虫，是著名的森林益鸟。在维持生态环境这方面，人家确实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保持客观理性，用全面的眼光看待万事万物，是我们永远应该遵循的原则。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如果你喜欢动物，想和熊探长一起保护动物，欢迎点赞、收藏、评论、加关注。你的转发将会让更多的人加入保护动物。近年来，猴子伤人的新闻屡见不鲜，比如峨眉山就曾多次出现猴群伤人事件，而2019年在贵州黔灵山统计的猴群伤人事件就高达5811次，但这比起印度的杀人猴子，那可真是小巫见大巫了。这里是万物灵，欢迎关注熊探长带你探索有灵万物。2022年7月15日，在印度北方的巴雷利市的乌帕代耶一家人在3楼的屋顶散步，一群猴子却对他们发起骚扰。乌帕代耶一家试图赶走这群猴子，结果却让这群猴子狂性大发。乌帕代耶带着仅4个月大的儿子想要躲避，却不慎被绊倒，孩子被一只猴子抢走，并从屋顶扔下。夫妻俩惊慌失措地下楼，却发现自己的儿子已经当场死亡。而在今年2月份，印度就曾发生过类似的悲剧。一名5岁的小女孩在河边同朋友玩耍时，一群猴子袭击了她。等到村民们赶到现场救出了这名小女孩时，她已经奄奄一息，浑身几乎到处都是咬伤，最终在医院里重伤不治。不仅是儿童，连成年人也没能逃脱猴群的魔爪。在1个月前，印度执政党的一名领导人妻子苏什玛·戴维在自家阳台上被一群猴子攻击，最终被逼跳楼重伤而死。而在很早以前的2007年，新德里市的副市长巴杰瓦也是在自家阳台上被猴群袭击，不慎坠楼而死。2021年10月，一群猴子从楼顶捡起砖块砸中了一名30岁的男子库尔班，库尔班被砸中头部后倒地身亡。根据监控录像来看，这名男子并没有做出什么特殊举动，仅只是从楼下路过就遭到了猴子的袭击。这一系列的猴群恶性杀人事件，从婴儿到成人，从普通人到政要，却只是猴群伤人事件的缩影。据估计，印度大约有5000万只猴子，每天有超过1000起猴子袭击人类的事件，其中不乏伤人致死的情况。印度猴群犯下的杀人案之多，世所罕见。但印度人只会使用一些不痛不痒的办法驱赶他们。印度人为什么对这些猴子如此纵容？印度曾使用过引入他们的天敌夜猴，雇佣捕猴人，让人戴上头套，将身体抹黑，假扮成他们的天敌，吓走猴群之类的办法，但都收效甚微。现在，印度政府甚至想出了捕捉猴子，给他们做绝育的办法，希望以此能够控制猴群的数量。这种杯水车薪的行为，实在让人很难有信心。印度的法律中规定，杀害猴子是违法行为。如果不能确保这些猴子不受伤害，即使是围捕也不允许。但印度的法律只是一部分原因，更多的原因来自于印度人的宗教信仰。印度有超过80%的人信奉印度教，在印度教中有不少的神以动物形象出现，比如湿婆的化身熊牛尊，象头人身的加尼萨，对应在印度就衍生出了牛崇拜和象崇拜。在印度甚至有一个叫做卡尔尼玛塔的神庙，在庙中供奉着一位老鼠女神，庙里供养保护着2万多只老鼠。而印度教中也有一个猴形象的神，叫做哈鲁曼，传说他有4张脸和8只手，拥有36种变化，是正义的化身，专为3界除恶扬善。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庙里和高架桥边各有一尊巨大的哈鲁曼雕像，而印度人自己住的房子大部分都低矮破旧。印度人对于猴神的崇拜可见一斑，因此对于肆虐的猴子，印度人不但不敢杀，还有一些人专门投喂他们水果，将他们视为哈鲁曼的化身，认为伤害猴子就是在亵渎神明。在印度人的纵容下，这些猴子的行为逐渐变得无法无天，伤人、偷窃、抢劫，无恶不作，一点也不像正义的猴神，不得不说非常讽刺。印度每天有1000次以上的猴子伤人案件发生，除了与印度的猴神崇拜文化有关外，和猴子自身的习性也脱不开关系。美国的一位灵长动物研究专家艾琳·沃格认为，猴群在习惯了人类社会后，对人类就失去了恐惧感，为了展现族群优势，就会对人类产生攻击行为。截止2022年，印度人口已经冲破14亿大关，而国土面积只有298万平方公里，只有我国的1/3大小。
拥挤的人口中再混上5000万野性难驯的猴子，必然产生重重矛盾。而且猴子作为一种智商不低的生物，有非常明显的记仇特征。2021年12月，印度的一个村子内，一群猴子将狗带到房顶和树上，然后扔下去摔死。猴群利用这种方式将该地区250多只狗悉数杀死。警方认为这可能是因为有几只狗咬死了一只小猴子，猴群展开了报复行动。印度的猴子长久地居住在城市中，无人干扰，也可能让猴子产生自己才是城市主人的错觉，反过来认为是人类侵占了他们的领地，进而对人类进行攻击驱赶。而且印度因为开发森林砍伐了不少树木，破坏了森林中猴子的栖息地，一些被从森林里赶出的猴子很有可能将人类视为仇人，对人类展开报复行为，而其他的猴子自然也有样学样。印度的文化和法律让他们不会伤害这些猴子。然而猴子这一生物虽然有着比其他动物较高的智商，但是他们并没有人类的善恶观，人类的克制和忍让只会让他们更加觉得人类好欺负，从而变本加厉，做出种种令人发指的恶行。印度的杀人猴群算是极端案例，但在其他国家也出现了不少野猴伤人事件。自7月8日起，日本山口县已经接连发生10几次野生猕猴伤人事件，伤者主要是老人和婴幼儿，其中年纪最小的仅有10个月大。19年的缅甸也发生过7只野生猴子跑到居民街区朝人扔石头、破坏物品并抓伤一些居民的案件。而17年的新加坡更是在9天内连续有7人被野生猴子所伤。随着人类开发森林资源，不少野生动物都与人类产生过冲突，而猴子这种群体行动、智商不低的动物与人类的冲突则更为剧烈。加之不少国家都将猴子列为保护动物，普通人即使被伤到也不敢轻易还手，生怕一个不好给自己留下案底，甚至惹来牢狱之灾。野生动物的保护一直是全人类关注的重点，但野生动物和人类的冲突也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应当保持好人和野生动物的距离，同时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在保护野生动物的同时，也要保护人类自身的权益。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欢迎点赞、评论加关注，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2020年6月，一只秃鹫造访英国风区国家公园，全英国的观鸟爱好者闻风而动，背着长枪短炮，大有看不到它就不活了的架势。秃鹫不就是头顶没毛爱吃腐肉吗？有啥好看的？其实并不是所有的秃鹫都这么秃。这只大鸟虽然俗名叫胡秃鹫，实际上是秃鹫属的表兄弟，因此应该叫它的学名胡物鹫。说起这种鸟，最厉害的就是它一身生吞骨头的本事。胡物鹫脖子一伸，能一口气吞下25厘米的骨头，而且不会被硌到。这里是万物灵，欢迎关注熊探长，带你探索有灵万物。胡物鹫头部和颈部覆盖着棕红色的羽毛，它甚至还有小胡子。正是因为有这些小胡子，人们才把它叫做胡物鹫。看着犀利的眼神、忧郁的气质，堪称颜值担当。都说秃鹫吃腐肉好养活，胡物鹫比吃腐肉的秃鹫还好养活，因为它连腐肉都不需要，只吃骨头就能活下来。而且它还专挑难啃的骨头，最喜欢羚羊、野牛等大型动物的尸体。胡物鹫不仅个子长得大，嗓子眼儿也大，它的喉咙完全撑开，宽度可达7厘米。前面咱们说的25厘米的骨头，如果没有概念，可以比划一下自己从手腕到胳膊肘的距离，差不多就是这么长了。而胡物鹫却能轻轻松松一口闷，打个嗝还能把你的运动手环吐出来。之所以敢生吞骨头，是因为它的消化能力和秃鹫家族一样，不是有点强，而是超级强。它们的胃酸足以融化钢铁，整根生吞的骨头在胃里晃荡晃荡，还没来得及扎稀，就被胃酸给消化了。有记录显示，胡物鹫一口最多能吞下重达7斤的整块大骨。咱们吃羊蝎子的时候，吃一个朝它嘴里扔一个，恐怕咱们啃的都没它消化的快。遇到更大的骨头，胡物鹫也不会轻易浪费。当然，胡物鹫并不会像蟒蛇似的超越自我挑战极限，把整根骨头吞下去，活活把自己噎死。胡物鹫非常聪明，对于咽不下去的骨头，他们会抓起大块的骨头飞上天，再松开爪子让骨头掉下来。地球的重力会帮他们敲碎骨头，一遍不行还会再敲一遍，直到大骨头粉碎，裸露出鲜嫩的骨髓。这可是胡物鹫最喜欢的美食。胡物鹫敢于生吞和消化25厘米的长骨头。
据说这种神奇的习性曾经还害死了一位古希腊艺术家埃斯库罗斯。曾经有一位预言家声称，这位艺术家会被砸死在自己的庭院中央。埃斯库罗斯不以为然，仍然经常在庭院里沉思。结果有一天，天上飞过一只大鸟，从他的爪下掉下来一只乌龟，乌龟狠狠砸在了埃斯库罗斯头上，果然将他活活砸死了。经过后世的科学家分析，这只高空抛物鸟正是胡物鸠。他本打算敲碎龟壳吃里边的肉和骨头，没想到地上的反光并不是石头，而是艺术家聪明绝顶的脑门。这可太没素质了！胡物鸠为什么非要以骨头为食呢？这可能和大自然激烈的竞争有关。在自然界，同一种食物来源往往有几种乃至10几种动物争抢，而胡物鸠却凭着生吞骨头的能力，给自己找到了捷径。以食腐为生的动物很多，例如胡物鸠的丑表哥秃鹫，非洲大草原的斑鬣狗。然而，有本事完全以骨头为生的大型动物几乎没有，能和它分享美食的恐怕只有昆虫了。因此，胡物鸠可以独霸全地图的骨头大餐。但胡物鸠并没有因此就躺平了，他还学会了多种觅食技巧。胡物鸠以骨头为主食，但骨头只能来自于动物的尸体，于是他学会了识别食腐动物和食肉动物发出的叫声，然后跟在狼、狐狸身后，让其他动物为自己捕猎。如果找到食物的是乌鸦等鸟类，胡物鸠还会仗着体型优势把它们挤走，自己成仙。各种动物图鉴都把胡物鸠头部、颈部的羽毛画成白色，这些羽毛本来也是白色的，可是，在自然界里看到的胡物鸠往往会带着一个铁锈色的围裙飞来飞去，这是捕猎留下的血迹，还是在动物腐尸上边蹭的污血？之前我们提到过了，大部分胡物鸠以吃骨头为生，偶尔也会捕猎一些小型动物。这一身红可不是什么脏东西，而是胡物鸠的时尚美妆。当胡物鸠成年之后，无论雌雄都会找到富含氧化铁的红色泥浆，在其中打滚，直到从头到腹部的白羽毛都被泥浆染红为止。可是胡物鸠也不去社交媒体开账号卖美颜面膜，到底为什么要把自己涂成这样？有人认为胡物鸠和人类一样会打扮自己来吸引异性，其他人则认为正相反，胡物鸠使用红颜色是为了吓跑天敌以及同类中的对手。当然，也有人认为胡物鸠非常聪明，学会了使用氧化铁泥浆来杀灭寄生虫。科学家为此提出种种假说来解释这个行为，可是目前还没有定论。胡物鸠能在7000米的高空中盘旋6个小时以上，视网膜上的视觉细胞达到200万个，是人类的10倍，可以随时发现地面上的猎物。它还能适应亚非欧3大洲的气候，从平地到海拔4000米的山地都能生存。然而，胡物鸠却在多个国家被列入濒危名录，在人口密集的欧洲几乎销声匿迹，堪称鸟界最惨的捕食者了。胡物鸠的繁殖能力较低，每次能产2枚鸟蛋。在这对手足同胞之间还存在着残酷的竞争，2只雏鸟会为一口食物你争我抢，更强壮的幼鸟甚至会直接攻击自己弱小的兄弟。做父母的也只是在旁边看着，最终只有最强壮的一只能活下来。如果这只较强的雏鸟死了，父母才会精心照料剩下的那一只。而且，大型食肉类动物的繁殖本就艰难，生物链中的能量传递遵循1/10定律。这就是说，胡物鸠吃掉一根10个骨节的羊蝎子，其中只有1块会为自身所用，变成自己身上的蛋白质，余下9块骨头产生的能量都在运动、保暖等等行为中消耗掉了。因此，为了给雏鸟提供足够的食物，胡物鸠经常会采取1妻2夫制，一只雌鸟可以配对2只雄鸟，给自己的孩子提供食物和保护。2只爸爸一开始会相互竞争，甚至打斗，不过时间长了之后就相处融洽了。雄鸟们虽然已经为种群的延续放下了身段，但是胡物鸠的数量却仍然在飞速下降，甚至在欧洲已经绝迹了。原因很令人叹息，竟然是因为欧洲人的迷信。在19世纪以前，很多欧洲人以牧羊为生，他们认为胡物鸠经常出现在尸体附近是带来厄运的鸟，而且胡物鸠长得那么大，肯定也会威胁羊群，尤其是山羊的幼崽。因此，胡物鸠在当时被称为山羊杀手，甚至会抓走小孩。而拥有猎场、热爱捕猎松鸡和野鸭的贵族们则认为胡物鸠会吃掉自己的猎物，这岂不是让他们没猎可打了吗？于是，从19世纪开始，欧洲开始了围追堵截胡物鸠的运动。在阿尔卑斯山脉一带，人们的捕杀直接导致了这一物种在当地灭绝。
如今人们已经摆脱了迷信，不再会因为糊物酒追踪腐蚀而排斥它，而是意识到了糊物酒对高山地区生物链的重要作用。在高寒地区，微生物生长缓慢，生物的尸体很难降解，更别提骨头这类坚硬的部位了。一具骨架对屎壳郎等昆虫而言是极为庞大的东西，单靠昆虫和微生物，恐怕这具骨架会在地面上保存个1年半载，持续散发臭味，滋生病菌。因此，只有靠食骨寻踪糊物鹫，才能尽快让骨架降解。欧盟已经把糊物鹫列入受保护的鸟类，糊物鹫也因为自己潇洒威严的外表受到人们的喜爱，堪称观鸟爱好者的最爱。难怪从外地飞来一只糊物鹫，全英国都要去看热闹了。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欢迎点赞、评论加关注。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亚马逊河被称为地球之肺，不管在陆地还是在水中，都生活着一些凶狠无比的动物，其中就有让人胆战心惊的食人鱼。它可以轻而易举啃食掉比自己体型大很多倍的动物。既然食人鱼啃食能力如此强，为何至今没有在亚马逊河泛滥？它到底有哪些天敌呢？这里是万物灵，欢迎关注熊探长，带你探索有灵万物。食人鱼又称食人鲳，属于水虎鱼的一种，牙齿呈三角状，上下交错排列，像电锯一样锋利无比。按照饮食习惯，可分为杂食性食人鲳和肉食性食人鲳。成年的食人鱼能长到20到30公分之间，背部呈墨绿色，咬合力惊人，一口可以啃掉猎物16立方厘米的肉。食人鱼也被列为亚马逊流域中最危险的水族动物之一，每年大约吃掉1200头牛。在水中玩耍的孩子也经常成为食人鱼攻击的目标。就连水里自称老大的鳄鱼，在遇到食人鱼群猛烈进攻时，也只能无奈地选择翻转身体，将坚硬的背部朝下，躲避食人鱼的撕咬。虽然鳄鱼拿它没办法，但是亚马逊河流中其他鱼也不是吃素的，面对凶神恶煞食人鱼时，照样可以用实力碾压。那么食人鱼的克星到底要有哪些呢？首先出场的是巨骨舌鱼，它就像一个攻防兼备的战士，身上布满菱形铠甲，坚硬无比，体长约3米，体重能达到200公斤，力大无穷。如果不幸被它的尾巴扫到，轻则鼻青脸肿，重则肋骨断裂。而食人鱼用锯齿状的牙齿啃咬巨骨舌鱼时，就像是蚂蚁撞大象，毫无攻击力。最后，食人鱼只会牙齿崩裂，血流不止。根据巨骨舌鱼身上坚硬的鳞片，西方科学家们还认为它可以制作出新型的防弹衣。其次就是出场自带特效的电鳗了。电鳗身长约2米，体重在20千克左右。电鳗之所以会放电，是因为它的体内有一些电斑细胞，可以有效地调控细胞内的离子，使这些细胞可以产生0.15伏的电势差。而这些电斑细胞就像电池一样，在电鳗体内最高能释放出800伏的高电压，将食人鱼电成烤鱼都不在话下。最后就是水中走位王刺鲶了，它既没有巨骨舌鱼坚硬的铠甲，也没有电鳗的高电压，而是靠着身上大小不一的刺，在亚马逊河里躲避天敌的捕杀。刺鲶在遇到食人鱼后，会快速潜伏到鱼群的底部，炸开身上锋利的刺，混入食人鱼群内，开始疯狂地拿鱼头。总的来说，食人鱼虽然可以将体型庞大的动物啃食干净，但必须要集体出动才可以。所以单个的食人鱼在亚马逊河流中并不算顶级的猎食者，这也是食人鱼至今没有泛滥成灾的原因之一。再加上对孵化环境要求高，繁殖能力相对比较弱，所以繁衍的速度远不及被天敌猎杀的速度。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如果您喜欢熊探长的视频，欢迎点赞、收藏、评论加关注，您的关注将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2017年，人们在婆罗洲岛发现了一只举世罕见的杂交猴子。科学家研究确定，它出生于一场不正常的强奸案，并且归根结底还是人类造的孽。几年后，有人又拍到了这只杂交猴，发现它竟然生下了后代。
驴和马杂交出的骡子无法生育，那这只杂交猴怎么就能正常生孩子呢？它的出现又和人类有什么关系？这里是万物灵，欢迎关注熊探长，带你探索有灵万物。这只神秘的杂交猴子最初是在2017年被一位摄影师无意中拍摄到的，当时它只是一只幼崽。经过收集和分析相关资料，科学家们确定了这只猴子的起源，并发现了一些极其罕见的情况。这只神秘的杂交猴与长鼻猴和银叶猴的特征十分相似，同时又有两种猴子的共同特征。最初曾被认为是新的物种，长鼻猴与银叶猴都属于亚洲食叶猴类，但它们大约在800万年前就分化了。虽然都属于疣猴亚科，但并不是同一个属的猴子，在外观上就有着很大的差异。长鼻猴体型较大，毛色多为浅黄，皮肤颜色也浅，雄性还有一个异常膨大的鼻子。银叶猴体型较小，全身毛色灰黑，深色皮肤，鼻子小到几乎只剩2个鼻孔。然而，这只杂交猴却兼有两者的特征，它的鼻子明显区别于银叶猴，有着明显的鼻部特征，形状类似长鼻猴。它的肤色既没有银叶猴那么深，又不如长鼻猴那么浅，介于两者之间。最后，经过长期的观察和比较，科学家们终于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这只杂交猴就是长鼻猴和银叶猴的杂交种。虽然这两种猴子的栖息地相同，但在自然状态下，它们其实很少出现领地冲突的情况。再加上两种不同属的猴子之间理论上还存在生殖隔离机制，所以没有意外的话是不会出现杂交现象的。但这只杂交猴的出现就代表着意外已经发生了，这是首次记录到这两种猴子的杂交，还是在野生状态下自然发生的，属实稀少。更令人惊讶的是，这只杂交后代并未像其他更常见的杂交后代一样绝后，它竟然是可以生育的。2020年9月，有摄影师发现这只杂交猴时常带着一只幼猴出没，而且发现其乳房已经变大，这足以说明它已经成功诞下后代，并且正处于哺乳期。人和猩猩不能杂交，是因为存在生殖隔离。但东南亚一只罕见杂交猴子的出现，是否说明灵长类之间的生殖隔离失效了？生殖隔离是指不同物种或同一物种的不同群体之间存在的那面看不见的生殖墙，这堵墙让它们不能直接交配产生后代，或是生出来的杂交后代没有繁衍能力。假如没有生殖隔离，那世界可就要乱套了。我们来举个例子。假设驴鼠和其他鼠类没有生殖隔离，那么全世界的老鼠都能与驴鼠进行交配。驴鼠出生20天就能性成熟，一次可产下6到7只幼崽。赶上性质不错的时候，一只雌性成年驴鼠1年就能繁衍出上千只子孙后代。如果没有生殖隔离，那在理论状态下，所有哺乳动物都可以和驴鼠杂交。虽然跨物种杂交可能会产生一些新的特征和优势，但也可能会遗失一些原有的功能和本领。但在绝对基础面前，就算会生出有缺陷的后代，但更多的后代就能和更多老鼠杂交，驴鼠终将统一全球。更可怕的是，因为驴鼠生殖能力太强，所以最终就只会剩下一种杂交动物，在它身上能找到所有哺乳动物的基因，世界上也就再没有生态平衡，更没有人类什么事儿了。当然，这只是假设。而这只真实存在的杂交猴子，其实它的父亲长鼻猴与母亲银叶猴的跨属杂交也是被逼无奈。由于人类不断蚕食猴子的生存空间，让原本各过各日子的两种猴子被迫产生了领地重叠。长鼻猴本身就身材壮硕，当找不到同类对象的时候，它们自然而然盯上了身材相对瘦弱的雌性银叶猴。雄性银叶猴也打不过长鼻猴，雌猴就只能被迫接受了杂交。假如人类继续开发雨林，侵占这些猴子的自然栖息地，那这样的强奸案很有可能越来越多，那么两种猴子的基因独立性也就会逐渐降低，最终融合成一体。而且这只是一个被人类发现的例子，如果其他物种也出现被迫杂交的情况，那我们刚刚做的驴鼠假设或许就会在一些近亲动物中出现，这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将会是灾难性的。假如人和猩猩可以杂交，那这个杂交后代会有生殖能力吗？如果有的话，对于人和猩猩这两种动物来说，究竟是好是坏呢？一些同属不同种的动物可以进行杂交，常见的就是马和驴、狮子和老虎，但它们生下的杂交后代通常是不育的。狮子和老虎这两种大型食肉目动物分别属于猫科豹属里的狮亚属和虎亚属。如果在自然状态下，两种大猫基本不会有相遇的可能，更不会发生杂交。但是在人工饲养的环境中，它们就能出现杂交的情况。狮和虎的杂交后代被称为狮虎兽。
这种动物具有狮和虎的特征，体型比狮子、老虎更大，同时拥有老虎的斑纹和狮子的长相，雄性还能长出一点短鬃毛。但是狮虎兽通常是不育的，因为它们的染色体虽然能成对，但来自父母的染色体排列并不一致，重新结合时就很难分裂成功。另外就是马和驴，二者都是鸡蹄目马属的动物。早在很久以前，人们就发现马和驴其实能产生后代，而且非常适合用来农耕及运输，这就是骡子。这种动物具有马和驴的特征，寿命更长，耐力更好，饲养起来不像马那么费钱，很受农民欢迎。但是通常来说，骡子也是不育的，原因就是马和驴本身染色体的数量不同，导致骡子体内的染色体成了单数，自然无法正常繁殖。不过有趣的是，在极少数情况下，骡子也能产崽，这可能是因为在骡子体内发生了染色体的非整倍体减数分裂，或者非整倍体受精等异常现象。这些现象虽然极其罕见，但不是完全没有。根据自1527年以来的相关记录来看，共计约60匹之多。从狮虎兽和骡子身上就能看出，其实物种杂交有好有坏。从一个方面来看，杂交可以融合动物的生理优势，增加生物多样性，产生新的物种或变种，为自然界提供更多的遗传变异和适应性。但换一个角度来说，杂交也可能导致原有物种或群体的彻底融合，失去原本独特的遗传特征和生态功能，降低生物多样性。而在2017年轰动了科学界的那只杂交猴子，说实话，对于它父母所在的2种不同猴子族群来说，也许并不是一个好的预兆。首先，这只杂交猴出现的根本原因是人类活动导致的猴子栖息地缩水，这对原有的物种和生态系统是一种破坏和干扰，可能会造成物种多样性的丧失和生态平衡的失调。其次，杂交猴能正常生育，就很可能会改变物种的遗传结构和进化方向，导致一些非常不好的后果。因为银叶猴比长臂猴体弱，要是有更多长臂猴像他亲爹那样去抢占和他母亲一样的雌性银叶猴，最终的结果那就是纯种银叶猴先在地球上消失。只希望这只杂交猴的出现能让人们更警醒一些，不要让他父母那样的强奸案再次出现，避免一个物种活生生消失。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欢迎点赞、评论、加关注，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